西方最佩服的中国学派到底有多牛？这一流派的名声在先秦时期并不是很大，可却被后世看作战争之神。他们就是神秘的兵家。2019年，美国国会山报发表公开文章，宣称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问题面前，应该学习一下孙子。孙子不仅是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，更是兵家的代表人物。那么，这个神秘的兵家流派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呢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说起《孙子兵法》，想必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可是大家可能不大知道的是，这本书还衍生出了一个擅长打仗的军事学派——兵家。春秋末年，孙武横空出世，写出了名作《孙子兵法》。这部兵书的影响很大，但在当时人的眼里，它并不能自成一个学派。像道家，除了创始人老子，还有庄子这一波人在那宣扬思想。可兵家就孙武一个人，而且孙武还没有自成一家的想法。然而，《孙子兵法》却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影响了很多军事家，以至于他们的思想认识越发一致，成就了兵家。其中就包括白起、韩信等人。不难看出，这些人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擅长打仗的能手，因而将其归入兵家这一学派也不是不可以的。那么，这一后天组队而成的兵家究竟有什么核心的内容呢？归根结底就8个字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看到这8个字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兵家这群人都很爱打仗？事实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，那就是能不打仗就不打仗。但兵家也意识到，战争这个东西不是谁想避免就能避免的，因为只要人类存在，战争就会存在。那么既然非要打仗的话，那么尽可能的赢得战争，只有赢得战争，才有可能暂时的获得几十年的安宁。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，的确在每一次大战后，国家社会都安稳地度过了一段时间。可众所周知的是，要轻松地赢得一场战争根本不大可能。因而《孙子兵法》就说到，打仗的关键就在于变化。原因很简单，一个军事指挥家很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就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。在军事战场上，任何因素都可能成为一个变故，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。因此，孙武就强调要随时随地地去发现敌人的变化，同时又避免让敌人发觉自己的变化。换言之，要想打赢战争，就得牢牢地把握住对方的思想，但不让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看透。这一思想放在现代社会，是不是很像博弈论呢？事实上，《孙子兵法》在西方大火的原因就在于西方人把它理解成了一种高级的博弈论，但其实西方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理解还是有点狭隘了，因为光是兵家本身就能分成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4派，这一切还得从孙武说起。2019年，美国国会山报发表公开文章称，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问题面前，应该学习一下孙子。被高启强带火的《孙子兵法》早已风靡全球，而历史上第一个将《孙子兵法》全套实践的人，自然就是他的作者孙武。那孙武本人到底有多牛呢？孙武这个人在诸子百家中也算得上是身份高贵，他祖上乃是陈国的贵族。公元前512年，孙武受好友伍子胥的邀请，来到了吴国。当时的孙武已经写下了《孙子兵法》的初稿，吴王看完之后就非常的满意，觉得自己能靠这个初稿就成为霸主。起初，吴王想要先征服吴国，再去挑战楚国，可孙武却认为首要攻击对象应该是越国。于是，在公元前510年的时候，吴国军队就向越国发起了征伐，大胜之后更是洗劫了整个越国。拿下越国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楚国了。可是想要拿下强大的楚国可不容易，于是孙武就使出了自己的兵法。他先是以解除附庸为目的，策动这个同国脱离楚国的掌控，然后又向另一个小国舒国传话说，这个楚国即将要去平定同国的叛乱，到时候吴国就会趁乱进攻楚国。这个舒国听完之后，胆战心惊的把这些话告诉了楚国，楚国立马就把自己的大军放在了吴楚边境这儿，然后又派出了部分军队前去平定同国。然而，当这个大军到达边境的时候，楚军发现这个吴国军队好像是在撤退，于是他们就像杀红了眼一般出了都城，乘胜追击去了。可当楚军一离开都城，埋伏的吴军就杀了出来。楚军当然没有
见过这个阵仗，立马就手足无措了起来，根本打不过吴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部分的吴军确实跑去了同国支援，同样打败了楚军。如此一来，原本属于楚国的大片领土都归吴国所有。不难看出，在这场战争中，吴国能赢下战争，有很大一部分靠的就是谋略。孙武只是给楚国的小弟传了句话，就让楚国调整了自己的战略，而这一战略的调整又恰恰在孙武的掌控之中。换言之，从谋略上来说，楚军就得输掉这场战争。因此，《孙子兵法》就认为，战争的首要因素就是谋略，其次才是士兵。只要能做到先诱敌，那么就胜利了一半。吴楚战争2年后，孙武又向楚国发起了挑战。这次他先是放出消息说，吴国即将会派出士兵走水路攻取蜀国的都城。蜀国一听这个消息之后，自然是在各个水路口加紧防备。可谁知道，这吴军走着走着，突然就分出了3万精兵，这3万精兵还丢弃了一大半的补给上岸了。换言之，孙武这是打算从水路佯攻，可实际的攻击力量却是陆军。那自然面对陆地上突然冒出来的吴军，楚军压根儿没回过神来，只好赶紧撤退。孙武也不乘胜追击，他派出大量的密探，一旦发现楚军在生火做饭，就发起进攻。如此一来，还能让吴军吃顿免费的饭。就这样，楚军饿着肚子回到了都城，吴军却是蹭了一路的饭打到了楚国都城。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因粮困敌。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眼见吃不上东西，楚军军心涣散，投降的投降，逃跑的逃跑。很快，楚国都城就被吴军攻破了。中国古代的杀神到底有多强？作为战国时代唯一没有败绩的将领，白起究竟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被人称之为杀神呢？白起打仗非常喜欢搞歼击战，其中伊阙之战就是他的成名战。公元前293年，整个韩国和魏国联合了24万的兵力一起攻打秦国，白起手握的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半。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，白起没有心生退却，反而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。于是他先是通过观察整个韩魏军队的阵型，发现联军的内部其实非常不和谐，大家互相猜忌着。原因在于联军觉得双方的士兵数量实在是差得有点远，因此这场战争的胜利肯定是属于他们。可毕竟是联合的军队，每个国家的人都想着给自己国家节省点兵力，换言之，他们谁都不想打头阵。于是白起就借助这一弱点，在韩军面前摆开阵型，随后又出了精锐部队，悄悄地绕到联军的后方。结果韩军以为自己遇上的就是精锐部队，根本不敢轻举妄动，而另一边的魏军则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等到韩军先动手，反正觉得不能自己先动手。双方僵持中，白起的军队直接杀入了联军内部，先是大破魏军，然后又大破韩军，最终斩敌24万。这一仗打得韩魏双方直接跪地求饶。不难看出，白起非常善于观察形势，因而在兵家中，白起其实又属于形势家那一派别。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，就整个兵家来说，每一个军事家打起仗来都是细心观察、多方考察的。只不过像孙武可能就更擅长谋略，而白起就更擅长观察形势。但在公元前279年的秦楚战争中，白起也是展现了自己的谋略，给楚军搞了个迂回战略，直取楚国都城。那么为什么又叫白起为杀神呢？这是因为白起打仗喜欢不留隐患，不给对方留有喘息的机会，因此在杀到楚国都城之后，他就直接采用了水攻的方式，打算将所有的楚国人一网打尽。在白起强势的进攻下，楚国人那是连连后退，最终以迁都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必败的战争。毕竟倘若是殊死抵抗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楚国就会在历史上彻底消失。不过兵家的思想学说著书存世的却不多，严格来说就一部《孙子兵法》。毕竟一场场胜利的战争已经表明兵家思想的可行性，就没有必要再把这些东西写成文字了。更重要的还在于，一旦这些东西写成文字，就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。这或许也是兵家从来不屑于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思想的原因。兵家虽然名叫兵家，但代表人物却都是不想打仗的人，可见和平在古今中外全体人类的共同愿景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